在这看似平静的海面下，藏着各种海底生物，但有些外形超出人类的理解范围。今天要带你认识这款带有克苏鲁美术风格的钓鱼桌游《深海鱼恨》。你是一名将一生奉献给大海的渔夫，要和其他钓鱼佬在海上比赛，看谁能够在1周内钓到最高价值的渔获。然而，要钓到最高价值的鱼，你必须潜入深海。而你的心智也会被大海给慢慢吞噬。每钓起一只带有遗恨的协会鱼，那份遗恨会逐渐吞噬你的灵魂。当陷入疯狂，协会鱼的价值会慢慢升高，但这份疯狂会让普通鱼的价值变低。如果运气不佳，遗恨值累积过多，你将面临诅咒。想成为安稳而理性的钓鱼佬，还是拥抱疯狂，成为深海的信徒？一切都是你的选择。在这片海域上，你的骰子就是你的鱼竿，是要在目前的海域抛竿，或是想要下潜一层挑战来自深渊的鱼类。别忘了，遗恨可是会随着钓起的鱼增加或减少。这些遗恨牌上有各种不同的悲剧发生，你也可以念出来让其他钓鱼佬笑一笑。但别忘了，遗恨越多，心智会慢慢步入疯狂。在海面上，各种大大小小的鱼影似乎在诱惑你手中的鱼竿，把它给钓起来。有可能会钓出一些不可名状之物。想依靠小小的鱼竿钓起巨大的深海怪物，恐怕不太可能。但是你可以把它拉出海面，让其他钓鱼佬欣赏它美丽的样子。此时，你可以花费1颗骰子，拿起一张小鱼作为安慰奖，以免空手而归。每一种鱼都会有不同的效果。看到可爱的金鱼会让你残破不堪的心智获得些许疗愈。协会鱼通常会带来遗恨，影响你和其他钓鱼佬。有些鱼还需要掷出金属鱼币，依照落地的是鱼头还是鱼尾，会触发截然不同的效果。你也可以选择吃掉鱼来获得效果，增加更多游戏的变数。如果你不想吃的话，钓上来的大鱼会代替你吃掉的。初次来到海上的你可能会不知所措，游戏贴心的提供小卡，让你知道该如何捕鱼以及鱼类的比例分布，还有各种图示让你知道鱼类的效果。除了钓竿以外，还有蚯蚓罐头可以让你偷看一次海中生物。但请记住，救生艇每一局游戏仅能使用1次，它可以让你瞬间脱离海上的危险，回到港口。然而代价极高，使用它会带来惊人的10点遗恨。因为你将赖以生存的工具给砸了。说到港口，是个能让人喘口气的地方，在岸上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包含出售渔获、各种补给。港口边有4家不同的商店，分别是钓竿、鱼轮、物资、骰子。每一天只能光顾1家店，所以要想好你的钓鱼策略，使用卖鱼赚来的鱼币以购买你的装备。这些渔具能够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，让你的鱼竿拥有更多力气，钓起那些难以捕获的大鱼。如果你觉得你没事做，也可以选择将高价值的鱼展示在船头。船头一共有3个位置，中央的鱼可以让鱼的价值翻成3倍，但请注意，一旦挂上去，直到游戏结束都无法取下来。而我也不能保证，随着遗恨的累积，你的鱼是否还能保持原本的价值。把你刚刚买到的新渔具装上你的鱼竿，补给好了就投出你的骰子，重新出发吧，和其他钓鱼佬在海上竞争。你会感受到来自大海的恶意，以及变成疯子同伴的陷害。可能他会想要疯狂增加遗恨，让大家陷入疯狂。而那些想要乖乖钓正品鱼的钓鱼佬，只会发现自己辛苦拖上来的渔获价值逐渐归零，最终双方就会变成互相对抗的局面，超级刺激。1周过后就是结算时间，首先让大家摊开所有遗恨卡牌结算点数。遗恨点数最高的玩家必须丢弃自己价值最高的1条渔获，接着进行海洋疯狂板块的结算。这里将重新调整所有鱼类的价值。若你的遗恨卡仅有1至3张，正品鱼的价值将上调1块，而协会鱼的价值则下降1块。然而，你累积13张以上的遗恨卡牌，那代表你完全陷入了疯狂。此时，你持有的每一条协会鱼，其价值全数提升2块。最后结算所有渔获的总价值，拥有最高价值的钓鱼佬获得胜利。恭喜你，在这片危机四伏的海域中满载而归。
除了多人模式以外，深海鱼恨也有单人模式，让想玩桌游但一时找不到桌游伴的你也能够体会到钓鱼的乐趣。玩家将化身为调查员，目标是将所有的深海鱼类收集起来。拿出你的记录表，面对广大的海洋，你将出海捕鱼，并且探索未知的鱼类，将每一条鱼的名字记录在本子上。回头再来看，密密麻麻的，非常有成就感。手痒喜欢搜集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。当你在海上看腻了鱼类，不妨试试扩充悲惨触手。其中一些鱼类将会被替换成各种带有触手的软体怪鱼，等着你将它们从深海拉上船。这款深海鱼恨的美术真的非常突出，每一张鱼卡都画得细腻又有个性，既漂亮又带着一点诡异的氛围。那种美丽中带有不安的感觉，把整个游戏的深海主题完全支撑了起来，让人一翻卡就忍不住多看两眼。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，就是我对这款桌游一眼难忘的原因。准备好面对深海的凝视吗？那就把鱼竿抛向黑暗，看看这片海会回应你什么。